我叫刀马，记住也好，记不住也好，反正名头不重要。你以前犯过什么事，杀了什么人，也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是来帮你的。哦哟，帮我？你的人头值800钱，瞧见了吧？这数目可不少啊。哦哟，不过你放心。 只要你出3倍的价钱，我就当做没看见你。3倍价钱！我叫小吉，记住也好，记不住也好，我的名头很重要。说得对。我有个疑问，请讲。说了半天，你既不是马快，也没个同伙照应。 仅凭一张纸，还带着一个小孩，凭什么跟咱响子帮叫板？我问你。真是可惜了，还以为咱能交个朋友。交朋友？但不是我看不起你，我这可是有8个好手，而你只带了个小孩。 莫要让人看见了，不说我们响子帮欺负人吗？我是个讲理的人，可不能让人误会。滚开！这是何必呢？出门在外，无非是为了求财，做不成朋友也莫伤了和气。 和气才能生财嘛！哦哟，这小嘴骗子叭能骗得很吗？是不是啊？哈哈！刀马就是能说会道。小七，照常蒙上眼睛数数。这次数到几？你随便想个数。9。好，那么数到9，坏人就会全都躺下了。他们是坏人吗？个个都那么丑，当然是坏人。放手！我把你嘴给你撕烂！我找死！我的宝刀快！老大接着！老大，我这把刀借给你吧。我这儿要多少有多少。都给我上啊！赶紧跑！ 6后面怎么是8、7呢？7在这儿。大哥饶命啊！可替生财。等一下，3倍价钱，好商量，好商量。不等了，看你这落魄样，也没这钱。大哥，这里不止3倍，全归你了。那这把刀该还我了。还！好，收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行，没你的事了。大哥，我还有个疑问，
我们祥子帮一向神出鬼没，连马快都追踪不到，你是怎么就找到我的？凑巧路过。啥？小七，咱们该走了。小七，忍忍，等咱们到了长安就没沙子了。长安？只有长安没有沙子吗？为什么非得去那儿啊？因为那是你的故乡。哦，那我们明天可以回长安吗？那可不行，咱得先把老莫的债给还清了。老马，我们还有多久才能还清老莫的债呀？快了，快了。老莫不是很有钱吗？差一点也成吧？当然不成。啊，为什么呀？吃多少吐多少，不能让别人欠咱们，咱也不能欠了别人。老莫是别人吗？是别人。那我呢？你是咱们。不懂。以后会懂的。那你是怎么欠他债的呀？那年你还没到1岁，爹抱着你走了很长的路，走啊走，走到了这儿，然后就认识了老莫。为了安顿咱们，老莫可没少花钱。妈呀，好多飞虫啊！把火灭了吧！这可不行，火整夜都不能灭。为什么呀？灭了火，食人鬼就会出现。什么是食人鬼？我跟你讲过吧，食人鬼又叫罗刹族，他们手段暴力，不但杀人，还会挖出人的心肝吃掉。不过你放心，只要有你爹在，谁都伤不了你，知道吗？走，咱去瞧瞧。这些尸体是罗刹。大马，看那边。那边有个人。朋友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他为什么不说话呀？这个人已经断气了，是条汉子，站着死的。这些怪物的尸体全是他干掉的吗？差不多，但他不是一个人。看他们的兵器和统一的行头，应该是关内来的镖队，遭到了食人鬼的袭击。走吧，此地不宜久留。搜一下嘛，说不定有值钱的东西啊！笨蛋，那就成贼了。而且，拿死人的东西会遭报应的。这是怪物头头吧？看来这儿就是战场的末端了。好一场惨烈的厮杀！食人鬼果然跟传言中一样凶残暴力。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！小七，你带着。
起来是官家名门的刀，这口刀的主人身份应该不简单。是这位姑娘吗？刀马，不是说死人的东西不能拿吗？不是拿，我只是借用一下。这种好刀要是留在这儿，被贼人拿去贱卖，那就太可惜了。走吧，我们该回去找老莫了。刀马，看前面，这次是活人。救救我们！救救我们呀！大侠，大侠，大侠，我们是关内来的镖队，刚被罗刹袭击，这孩子受了重伤，要马上找大夫，再晚就没命了呀！300钱，一个子儿都不能少。钱袋儿已经弄丢了，我们身上就剩下这么点儿。可惜了。还以为咱们能交个朋友。就当是定金吧。老汉是五维镖行西域旗镖头老油子，只要把我们送到邻近的集市，剩下的我一定会补给你。以镖旗为誓，绝不拖欠。哼，你们的旗子已经倒了，我凭什么信你？那是这孩子身上的。那些零钱收起来吧，到集市买点葡萄干吃，我的朋友。这买卖我做了。嘴巴张开！啊！4等，2枚金币，烙印。下一个。等等！死伢子，你是不是老花眼了？哎，这可是秋瓷国的上等美女，就这资质，少说也得给我50个金币。无礼之徒，竟敢质疑瓦尔塔的鉴定！确实。他本应该是1等品，可惜被你损坏了。即便被火钳烙印，也神情恍惚，不知痛觉。这是被下了过多的迷药所致，这可评不了好价钱。你父亲在世时非常尊重这个行业，你这样做是在给他蒙羞啊！死鸭子，竟敢断我财路！阿玉呀，够了！阿玉呀！老莫，你家这丫头，现在是连你都管不住了。哈哈，刀马，你回来了。还有我。哦，当然，有刀马就有小七啊。哦，还有2位新朋友。
好好的脸竟被啃成了这样。该死的罗刹突然来袭，我们没有防备，随队的镖师全部惨死，只有我们俩逃了出来。这种事每3年就会发生一次。躲在暗处的罗刹开始出来袭击来往过客，只不过今年来的比往常早了一些。你要干什么？放心了，那是在救他的命。哦，这位可是西域里首屈一指的杏林高手，这些蛊虫是在给伤口排毒，这样再过2、3天，命就保住了。阿泰啊，这种小事您就让我来，办不着您亲自操劳。刀马的客人就是我的客人，得亲自招呼才行啊！刀马，你真是连续1个月无声无息，一露面就是带着2个不黑不白的外人，净给阿泰添乱。哼，你这丫头，我这带的可是生意。丫头是生意。老莫，帮我查一下这张悬赏令。若不是那张悬赏令，这孩子也不会来到西域，更不会遭这种罪了。怎么说？悬赏令上的逃犯是他的杀父仇人，我们当家的为了让他亲手复仇，从官府接手了这张悬赏令。可怜这孩子为了报仇吃尽苦头，如今变成这样，这仇他是报不成了。这么说，只要我把双头蛇的人头送到你们5味镖行，这6000钱，你们就能当场给我了？话虽如此，但这厮逃到关外，8年来已彻底销声匿迹。找人的事儿不用你操心，这天底下就没有我阿泰找不到的人。如何？找了几天，有消息了吗？双头蛇是用双刀的高手，传闻他心狠手辣，只要有钱什么都能做。只不过8年前牵扯到一宗朝廷高官的命案，不得不隐姓埋名，易容乔装逃到关外。相貌可以改变，但总有些地方是无法改变的吧？不错，他的腰间有一个极其特别的倒8字蛇纹，是无论如何也乔装不了的。我的眼线告诉我，他不久前在一个地方见过那个纹身。什么地方？不着急，我的朋友。在此之前，我想劝你一件事。你不是想劝我不要去吧？那不是个好地方，我只怕你有去无回。只要赚了这6000钱，我就不再欠你了吧？刀马，我们是朋友，朋友之间没有相欠一说。老莫，你是了解我的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我也不拦你。你带着小妻务必小心谨慎。往东行500里，当你看到一片红土地，那儿便是赤沙镇。赤沙镇靠温泉发迹，原本鱼龙混杂，一片乱象。不过自从朝廷派了个官吏常贵人过去以后，就没人敢再惹是生非了。那常贵人手段强硬，你这样进去抓人，他是不会乐意的。你千万小心。看
看来咱们来对地方了。犯事就会被吊死。但这种破规矩，也就你们乡巴佬会怕。对我们响子帮来说，屁用没有的。哎，前些天，老子一个人砍死17个疯汉，都没有人来敢找我麻烦。啊，真的吗？我骗你个嘎娃干啥呢？当时我手起，啪，刀落，17个人眨眼间全被我砍死了。当然呢，我嘛也付出了一些代价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行走江湖，受伤乃家常便饭。算你妈走运，现在我们帮派人手紧缺，想不想加入？想。行，以后跟着我，不用管那些破规矩。不过，掌柜，有你先得交些入帮费。我的哥呀！客官，里面请。哎呀，客官要住店吗？啊，不急。我先说点事儿。我到这儿来是要找个逃犯。我知道他现在就在赤沙镇，或许他就在你们当中。好汉饶命啊！我的家当已经全都给你了，你把我放挂上！你是谁？哇，响子帮，响子帮，响子帮，摸摸头不够。可惜，别乱摸脏东西。老板娘，一间上房。啊，呸！原来是个孬种。阿来，送贵客上楼。知道了，娘。大侠，行李交给我吧。大侠，这边请。让我来吧。小兄弟慢点儿。啊，有个事儿忘了说。我要找的人，腰间有纹蛇。谁要是有线索，记得来找我。必有重谢。怎么办，相公？啊？哦，这水又用光了。自从常贵人建水坝掌控了水源，我们就只能高价跟他们买水用。客人越多，反而赔的越多。这几天赚的数还不够缴税，还差多少？还差2000钱。10天内凑不齐的话，就只能把客店充公了。我这就去求常贵人。可是相公，我们之前求了这么多次都没用，常贵人摆明了就是要针对我们。甭担心，我能处理好的。你能处理好啥？阿来，常贵人会听你的。客官，您要出门吗？掌柜，听说你们赤沙镇以温泉闻名，但我怎么没见着啊？我刚好要过去办事，不如我送您一程吧。那就有劳掌柜了。不妨事。小兄弟，哎，我儿子就托给你照顾一会儿了。是大侠。我也要泡温泉，我也要。傻小子，小孩子泡温泉会生病的。回来给你带好吃的。那我要吃面条。大侠慢走。来。客官，这衙门院内便是镇上唯一的温泉。唯一？你们镇不是以温泉发迹的吗？怎么只有一处？自打常贵人被派过来治理赤沙镇以后，便把镇上其他的温泉全堵了。因此，
衙门内的温泉不但价钱贵，还有个规矩。好，你忙你的去吧。哼，泡个澡还跟我讲规矩。站住！不许进那池子！敢破坏规矩，淹死他！你们也过来呀，这儿可宽敞着呢。停手！身手不错嘛，你就是那个来抓人的。哎，小孩，我看你爹不是普通人。我爹不是普通人，他是太原人，小七是长安人。哎，不是啦，我是说，你爹看上去那么厉害，一定是个大侠吧？哎，小孩，跟你爹说，收我为徒好不好？咱们一起闯荡江湖。麻烦，被笨蛋缠上了。你不是也有爹吗？还有那么漂亮的娘。我也想有娘。我爹，呸，他就是一个孬种。说了多少遍，常贵人是不会见你的，死心吧。还请公子帮忙通融。再不管就不只是打脸了。不许胡说！总有一天，你会明白他的。是他不明白，镇上有本事的都去做常贵人的手下，吃香喝辣的。是他没出息，所以我要快点变强，被常贵人赏识，这样才能撑起这个家。小孩，是不是我帮你爹抓到妖剑纹蛇的人？他就能收我为徒啊！常贵人那帮贴身护卫，个个都是高手，有些是他的旧部，有些是翻过岸被他招揽过去的。你爹要找的人，肯定就在里面。他们是我招来的好手，但是没有你要找的人。想必你来此之前已经打听过了。我来赤沙镇之前，镇民为了争夺水源，斗得鸡犬不宁。人一旦没有规矩管着，就跟畜生没有两样。爹爹，好了。如今镇民安分守己，镇子欣欣向荣，这便是规矩的力量。到这里的所有人都得守规矩，就算是我都不例外。我不在乎你的过去，也不会去探究。不过你是位人杰，我很欣赏你。干脆留下来跟我吧，
凭你的身手和胆色，跟我一起把镇子打理好，你能赚到的可不只是那点悬赏金，如何？听起来不错，可惜我这人天生爱逍遥自在，寄人篱下的日子过不惯。告辞。弟弟，就这样放他走吗？刀马，我定要得到你。你这是？刀客，我要是告诉你双头蛇是谁，你能分我多少？那得看你的线索值多少。我需要钱，要保住客店，我至少需要2000钱。刀客，我问你，双头蛇要死的还是活的？我只要人头。好吧，我就是双头蛇。雨安，雨安，孙雨安，儿子，你在哪儿？雨安，雨安，什么人？出来吧，别怕啊！爹知道练我辛苦，爹不怪你，跟爹回家吧，雨安。随镖和随镖头，有人花钱买你的命。我头。别怪我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只想给我儿子赚点钱。小二，别害怕，马上就让你跟你爹团聚。你要是化成鬼，可不要找我儿子讨命，要找就来找我。闻蛇为证，我的名号是双头蛇。我的人头，你就取走吧。我只求你能分一半赏金给我家人。掌柜的，是常贵人指使的吧？是要再掂掂我的斤两吗？为何不信我？闻蛇双刀为证。我就是一个人做了半辈子的杀手，戒心便会成为本能。这么简单的一招都接不住，就别冒充高手了。早点去睡吧。大侠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大侠，我可以帮您找双头蛇，请您收我为徒。这点心是照顾我儿子的谢礼，有劳你了。小七，醒一醒，这小子。不行，给我吃，咱们上房再吃。给我吃，给我吃。来，给我吃，走，回房。别抢，回房再吃。我回来了。相公，谈的怎么样了？别担心，我会再想办法。你哪次想出办法了？每次都是两手空空的回来，还被人做成那样。你怎么能这么跟你爹说话？我说错了吗？他算什么爹？算什么一家之主？我受够了！阿来，你要去哪儿？放开我，你这个窝囊废！我想去哪就去哪，我就是不想看见你！阿来，你没事吧？阿来。哎，我来是替爹爹知会你们，今天不缴清税款，你们就得把客店充公。哼！
不是还没到吗？给我住嘴！刁民，找来那么一位高手，不就是想造反吗？什么抓捕逃犯，都是掩人耳目，以为我们不知道吗？来人，把他们抓起来！剩下的人上楼。你们要干什么？让那粗鄙的莽夫干什么？见不着明日的太阳。是。这点心是哪儿来的？好好吃啊！捡来的，下次再给你多捡点儿。这次就不要说。公子，冤枉啊！楼上那人跟我们根本没有关系，请公子放我们一条生路吧。过几日我定能凑齐税款。啊！你这木鱼脑袋还真是什么都不明白呀！我告诉你，常贵人早想将你们客店改成驿站，断税增赋就是为了让你们识趣。就算你交上税款，你们一家还是得给我滚。给了你这么多机会，可你们就是死赖在这里，还说不是想造反？哼！今天我就要把你们这群逆贼一并铲除！动手！你们打我、骂我、气我、辱我，怎样都可以，但是不准碰我家人一根汗毛！莫听话，垂死挣扎罢了！给我砍死他！上！这个人是谁？来人呐！下楼！全给我下楼！大侠，刚才真是失敬，那么咱们继续谈买卖吧。踏入江湖是为了养家糊口。生平第一次杀人，代价是1碗汤面。成为令人闻风丧胆的杀手是多年以后的事。一直到我接下了五味镖行的买卖，遇到了那个孩子。小二，你要是化成鬼，可不要找我儿子讨命，要找就来找我。我知道，我早晚都会有报应的。我以为我再也不会提刀了。你别乱来啊！我可是常贵人义子，你敢伤我，爹爹不会放过你的！你别过来！表哥，事到如今，赤沙镇已经没有我们家的立足之地。我死了以后，求你把赏金分给这孤儿寡母，让他们有个安顿的法子。如果你答应，我的人头就给你。真奇怪，你凭什么信我？
有孩子，而且你是个好父亲，我看得出来。我却从来都不是。爹，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，无论是何种下场，都是罪有应得。但我妻小是无辜的，我想至少在死的时候，给他们留下点什么。本性是露出来了，可惜反应还是很钝。这是在搞什么鬼？爹爹，这群刁民聚众造反，一定要把他们统统吊死！常贵人，你的手下3更半夜入室杀人，是你下的令吗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若是你下的令，那你我之间便无话可谈了。若不是，那便是你这条狗擅自惹事，他就交给你处置吧。爹爹救我！我倒要瞧瞧你的规矩，是不是真的没有例外？若没有例外，你能为我做什么？为铁面无私的人做事，好像也不错。我会考虑。爹爹饶命啊！如何，刀马，考虑好了吗？不着急，还可以再调高点吗？好，我就再给你点时间考虑，把另一个罪人也押过来。行刑。我这条烂命死了有点价值吧？大圣，请你救救我爹吧！求你了！别傻了，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杀你爹。我不是什么大侠，只是一个镖客。哎呦呦呦，可真是孝顺！再调高一点儿。阿来，不要难过，这是爹的妈呀！因为爹的罪孽太沉重。爹，我错怪你了，是我错了，爹，你撑住，不要丢下我们！我想好了，取人头总归是要亲自动手。没错没错。刀马，你在耍我吗？当然。首先，我讨厌鬼子，不过更重要的是，我讨厌屁股下巴。哎，红头蛇，没死的话就拿上你的刀。我不杀手无寸铁的人，不过我们的账稍后再算。慢着他们！杀呀！放开手脚，看我干嘛！别怕，闭上眼睛数数就行。数数你快
你也只能自己动手了。刀马，你这种人，历来只有2条路可走：一副好身的富贵路，或者死路。我给过你机会2次，不过没有第3次了。我现在就要让你知道辜负我的下场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屁股下巴。2对1嘛，无所谓，来吧。哼，不只是你，每一个都是2对1。双头蛇，准备好受死了吗？抱歉，镖客，为了我的家人，我已经不想死了。咱们就看看谁能站到最后吧。的马快追过你，你的悬赏令将传遍天下，你的同行都会追杀你。从今往后，你将一刻都没法喘息，直到死的那天，你都会后悔。为什么当初不走我给你的路？不是别人给的，是自己闯出来的。爹，你不要死啊！那个小孩看着他父亲死的时候，也是这种眼神。幸好我没有杀那个小孩，幸好我回家了。大侠，给我爹留个全尸吧，求你了！拿了死人的东西是会遭报应的，没错吧，刀马？老板娘，结账了。我要找的人，看来不在这个镇子。是。刀马，我们的债是不是又还不清了？没事，总会有法子的。那咱们会像那个屁股下巴说的，从此要一直逃命吗？有爹在，你啥都不用怕。谛听前辈，上头要我们先放下别的差事，全力追捕一个带着3、4岁小孩的中原人。上头说，只要将目标缉拿归案，我们便可复归萧齐卫。
此人来头不小。这孩子原来还活着。哦，谛听前辈认得此表。何止认得？小七未有今日，全拜他所赐。咬住！咬住他！上面的马匪滚开！这是我们的猎物！先到先得，兄弟们，冲！冲！拿命来！上！继续上！不让猎物跑了！停！小七，听好了，黑星已经累坏了，你要抓紧我。要是黑星倒下了，我会抢他们的马，你绝对不能松开我，明白吗？加把劲儿，老朋友，咱们一起摆脱他们。我可不能把你丢在这儿。是，追上了！我追上了！这个月的人缘可真好。小七，抓紧了！黑星，放！刀马，跟我来吧。哇，他在等你。他说有个人你一定要见一见。最近有什么好货啊？看一看。给我看看那个大小姐，大小姐回来了！大小姐，拿给我看一下。哎呀，小姐，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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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姐，好多新面孔。回来了，大小姐。就算是给我接风，你也不必弄这么大阵仗来吧？我只要你们这群姑娘就够了。来了一位客人，身份很特殊，所以多雇了一些人手。老莫呢？怎么没见着他？啊，他吩咐暂停一切生意，即使全面戒严，他老人家也不再露面了。只是出去跑了一趟，好像很多事都变了。有些事儿是永远不会变的。总是会变的，丫头。会变的，丫头。好了，说说那位身份特殊的客人吧。那个人比你还要乖，啊，他叫他知侍郎。大小姐，主人在密室等您。嗯，知道了。阿塔，我们回来了。刀马，路上受苦了。没什么，有姑娘们护驾，我自得其乐。那就好。刀马，知侍郎说，这名字是隋国骁骑卫的内部别号。哦，知道的不少嘛。知侍郎还知道，曾经有个无名少年出身太原乡野，他身手不凡，浑身是胆，在战乱中大显身手。隋国一统中原后，被破格提升为骁骑卫，自号刀马。知侍郎还知道小七这孩子生意长。说，你到底是谁？知侍郎又是谁？刀马，快住手！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
可是我是来帮你的。我知道流落西域这3年，你一直想要回到原来的地方，现在你可以完成你的心愿。刀马，你将护送知侍郎到长安。看来你不大喜欢知侍郎。哼，我也没有必要喜欢他吧。从这里到长安是一段漫长的旅程，你会慢慢习惯他的。让一个通缉犯去走这种镖，不太妥当吧？或者，他跟我一样，也见不得光。整件事有些复杂，说来话长，那就不必说了。刀马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托你办事。那么走完这趟镖，咱们就算两清了吧？世间的事都是你帮我，我帮你，不用算得这样清楚。算不清楚的人情才是最要命的。这趟镖我接了，天亮就启程。来，小七，我还坐好。刀马，这些是路上用的盘缠，还有通关文牒，来路是干净的。又不是要走明道，用不着这个。怎么多了2张？这么巧，消息为刀马，我们正好顺路呢。老莫，你净给我塞一些麻烦任务。阿玉呀，也是时候到外面见见世面，有劳你照应了。不必劳烦外人，大小姐由我照顾。安妮，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是，对不起，小姐。小七，咱们该走了。刀马，你这趟镖不太平，急事也不安稳，不如我安排小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吧。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我身边，对吧，小七？老莫，我会给你写信报平安的。我也会为你祷告的。阿泰，我不在的期间，你要照顾好自己，我早去早回。不用担心我，快去吧。出发。刀马，我家族的未来就托付给你了，愿圣火照亮你们的前方。小七，你好像特别开心啊。因为我家在长安，我要回家了，是吧，刀马？是的，长安就是你的家。那你呢？你去长安干嘛呀？你们还是别知道的好。这么神秘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也罢，反正早晚你们都会知道，告诉你们也无妨。知侍郎去往长安是为了颠覆朝纲。陛下，陛下！先前为了营建东都和开凿运河，每月已征用100万男丁。若为北巡和修筑长城再添徭役，便是举国就义了。陛下，远征巡游，大兴宫室，只会大乱民心。老臣2人跟随文帝打下了这片江山，实在无法坐视陛下挥霍国运。陛下如果一意孤行，必是亡国之举，恳请陛下3思而后行。
你也是来觐见的吗？裴侍郎，你也觉得朕不该北巡和修筑长城吗？微臣在正夜接到线报，特来向陛下奏报，一名失踪已久的叛党余孽最近现身。裴侍郎，朕派你掌管正夜，不是为了打听这种无聊的消息。启禀陛下，那叛党余孽正是华严团魁首知侍郎。杀了吧！可如今西域是突厥和吐谷浑的地盘，杀人恐有不便。那就吞并他们，办得到吗？微臣不会让陛下失望。很好，即日起，朕命你为黄门侍郎，全权处理西域事宜。下次再来见朕，记得带上知侍郎的人头。导马，什么时候能歇脚？知侍郎已经累了。半时辰前已经歇过了。啊？你管那种随便坐在路边喝口冷水吃点干粮叫做歇脚？那不然呢？知侍郎并不同意。知侍郎说的是一所体面的驿站，有瓦遮头，有墙挡风，舒舒服服的吃上一顿热腾腾的汤饼，吃饱后再用热水洗个澡，躺到床上盖上干净的毯子，最好再能来点小酒助助兴，那才能叫歇脚好吗？那不叫歇脚，那叫做梦。你不知道我现在是个行走的钱袋？当然知道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有谁会不喜欢你这颗价值5万金的人头？你既然知道，为何还要选我护标？因为知侍郎需要的镖客既能以夷挡百，更要熟知地形，懂得挑着人少的地方谨慎赶路。最重要的是，绝对不会出卖知侍郎。所以，你是认可我了？没错，我一直很欣赏你，刀马，你很有本事。那就给我闭嘴！我说歇脚就歇脚，我说启程就启程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但知侍郎还是要歇脚。你这人可真有意思，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，一点路都走不动，要怎么颠覆朝廷？知侍郎只是一个点灯人，而点灯人不需要武艺。点灯？点啥灯啊？你身上有灯吗？民心，民心中暗藏着怒火，只需轻轻点燃，便会烧尽中原，再从中原烧向辽东漠北，以及这片大漠上的每一寸土地，最后便是画满天下的新世界。刀马，终于被我折服了吗？小七，记住了，别跟脑子有病的人说话，会被传染的。那你为什么
么一直跟他说话呀？因为大人不影响。道满，终有一天，你会明白我的。这！好极了，是马车，是知识郎要坐的马车。哎，停一停，加我一个，我付双倍钱。好了，阿玉啊，把家伙收起来吧，咱们继续赶路。记住，别随便跟陌生人搭话，你永远不知道那种马车里藏着什么。知识郎只是想坐马车。少废话，快上马。小郎君，你收了老头多少钱来捉我们？1000，还是1200？喂，说话呀！你是哑巴吗？你知道老头会怎么处置我们吗？他会生生剥去我们的脸皮，然后切断4肢给伤口止血，再把人在太阳底下晒上1天1夜，最后剁碎喂狗。废物！其实我也看不上他，只是想摆脱那个恶心的老鬼而已。不过你不一样，你是我见过的最俊俏不凡的男子。只要小郎君肯放我一条生路，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这你不好奇他们为什么都被我迷得神魂颠倒吗？小郎君不妨解开我试一试，春宵一刻值千金呢。啊！痛死人了！刀马，你也听到了吧？是刚才的马车。丫头，跟上，说不定咱们还真有马车坐了。等等我，别扔下公主啊！喂！好疼！上车，在淋雨时，恐惧在暗中复活。于是我们可成，于是我们可求。他们在喊什么？听着不像突厥语。是梵语，可谓指的是罗刹。我们不要轻举妄动，先静观其变。
娘亲嘴，得先把脖子洗干净才行。杀好了极品！哟，还以为你也被摔死了呢，我的小郎君。喜欢见血，那便让你们见个够。喂，都到这地步了，先把我解开再说吧。喂！你不懂怜香惜玉吗？想勒死我呀？别拖着我！喂喂！后面！小郎君，看来这群猴子根本不怕你哦。但你再不解开我，我们俩可得一起死了。哇！天啊，他讲过罗刹都是食人怪物，没想到还会使用兵器。他们不是罗刹。小七见过罗刹，他们有4只眼、尖耳朵、獠牙往外翻，还有满头红发，像着火一样。是这样吗？是拜鬼者，他们是拜鬼者。什么是拜鬼者呀？大漠中有一群人，将罗刹奉为神明，称之为护者。每逢罗刹出没之时，这群人便会学他们袭击过客，名曰献祭，然后将抢到的财物拿到市集换取巫师伞。这是一种始于先秦、行于魏晋、流传至今的迷幻药，服用后会令人产生幻觉，长期服用更会中毒致死，所以他们的心智普遍都不正常，不怕痛，也不怕死。难怪他们都不怕那个人。这样下去，那个刀客会撑不住的，更何况还有个弱女子。哎呀，等等，还不动手吗？难道你要见死不救？咱们是俗人，可不能平白无故就替人出头。那要怎么做？谈好条件，双方达成共识，银货两讫，这才叫好买卖。小七，想不想坐马车？好呀。知识郎也要坐马车，知识郎也要坐马车。别问你。开头，接着。大马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得待在这里照顾小七。还有知识郎。还有我们要送的镖。等我谈妥就给你信号。啊，可真是英雄飒爽，气宇干昂啊！是英姿飒爽，气宇轩昂才对。不过，甘轩二字仅差一车，而你的英雄此刻正寻车而去，不可谓不贴合。小姐用词真是巧不可接，妙不可言呢。1、2、3。但他不是英雄。我说你小子，还想死呢？尽管上来。
刀客。朋友，今天这天儿不错呀，我想跟你谈个好买卖。你有马车，但马没了，正好我这边有几匹好马。哦，看来你不喜欢交朋友啊。滚！没你的事。火气挺大呀。我只说一遍，下一刀就直接砍了你的马。这刀不错，不过再砍5、6人，这刀就得崩了。等你被插成肉串，我再来收拾残局，照样能收了你的马车。反正我不亏。要不要应承，就看你怎么选了。我再跑3圈，你好好琢磨。大哥。他们在干什么？刀马有刀马的道理。喂，别逞强了，先答应再说呀。还剩2圈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逞一气？你快答应了！先把我放了！最后1圈。不闹了，不闹了！这买卖我答应了。哦，原来这是小妹妹做主吗？哎，你不说话，就当是应承了。好，那就算是成交了。不过，我还得加个条件。我们是生意人，要到关内进货。你们2位是去哪儿呢？长安。哼，那巧了，咱们正好顺道。来，认识认识，我叫刀马。幸会，我叫阿月啊，你们不要紧吧？我叫小七。记住也好，记不住也好，我的名堂很重要。知识郎要坐马车，知识郎要坐马车。小女子是燕子娘，江南人士，多亏各位出手相救，尤其是这位大哥。哎呦！哟，这位大哥不止身手了得，还这么体贴呢。举手之劳罢了。我说，好好一姑娘，不能像条狗一样被拴着吧？朋友，把姑娘解开吧，这便是我的附加条件。谢了。你一个江南人，怎么跑到大漠里来了？说来话长，奴家命薄，打小被卖给了一个糟老头子，饱受虐待。想那杨司空府上的红拂姐姐，都能勇敢地跟李药师私奔，我就想给自己争一争。那这位，他，这位小郎君正是给那个糟老头子卖命，来捉奴家回去受死，一来就把我给绑了，一路上半句话都不说。我是问他姓名。奴家也不知道他叫什么，只可惜这么好的身手，却要给那个老头子当狗。是我。哦，幸会了。那么诸位，先上车吧。安妮，拜托你了。哼，我干嘛要听您指挥？安妮，请你驾驶马车吧。哦，好的，小姐。
小子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赶紧离开！乐四爷在那条船上。乐四爷是你想找就能找的吗？你是什么东西？找死啊！我只问一遍，乐四爷，他在。这位壮士，壮士，这边，壮士，乐四爷有请。年轻人，想在长安立足，知道规矩吗？知道。先敬你一杯酒。不过话我先说在前头，长安是天子脚下，市井里办事规矩也比外地多。外来客想在长安落脚，主要看底子，光有手艺还远远不够。请赐教。若家谱跟官家挨得上，就能到东市挂牌，做官府的生意。要是哪边都挨不着，就得靠自己积德，到这虚市来开张。你是单名一个庶，对吧？有名无姓，便是没有家谱。这年头，像你这样的人多了去了，今晚就离开吧。长安容不下你这种没家谱的刀手，凭你的手艺，去南方也不愁发财。我就是从南方来的。这年头，各门阀豪族都在暗中招兵买马，想要在北方发财，陇西、幽州、青州都有大把的机会。我不想替达官显贵卖命，我只想在长安落脚谋生，因为这是我的故乡。想在老家继续做以前的买卖，只要乐四爷肯为我搭桥，开张后每笔账都分你7成。你既不要财，也不要名，对长安这么执着，不只是因为念家吧？年轻人执着是好事啊。罢了，按规矩，想接我的酒，得先送礼金。但礼金今天我不收了，我要你替我办一件事。2年前，杨司空府上有个家妓叫洪福，跟一个小白脸跑了，到最后都没找回来。大人物出了丑，街坊们一直乐到现在，我也跟着笑话。但最近我笑不出来了。我家里有个小丫头，有样学样，也跟我的小喽啰跑了，让我也跟着被笑话呀。我要你办的事很简单，把他俩活着带回来。要在大兴城坊间立足，得讲德行。这就是你要积的第一个德。德行积够了，你的身份便不成问题。
当心点儿，那丫头很机灵，莫出了差错，让大家都没面子。哎，你看够了没有？小妹妹不要紧张，我只是觉得这位大哥有点眼熟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好像在关内看过一张悬赏令，好巧不巧，那画上的人长得跟大哥，还有大哥怀里的孩子一模一样。说那人杀了个官儿，被悬赏5万金，引得江湖上大把人出关追查呢。大哥可不能大意哦，现在的人为了钱，什么卑鄙事都能干得出来的。要不，你还是把他拴起来吧。不用了，就这样，别让我卷入你们的麻烦就好。很好，追上他们了。今晚可能会起大风沙，我们动作得快点儿，要赶在他们前面进入驿站拦截。我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裴氏举要我们5大家族去介入他们之间的争斗？管他想什么，这只是一场交易。我不相信外来人，他们跟突厥人一样，嘴上是蜜，袖里是刀。哼，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捅向我们后背。我不相信外来人，但同样，我也不相信你们任何一个家族。不过，我们已经回不了头了。安玉亚要怎么处理？他要是碍事，也一并除掉。下不了手的话，我帮你。不用，谁也不能成为我的阻碍。我们几个家族能否进驻中原，就在此一举了。就便宜卖我吧，不。大人，5大家族的族长已经到齐了。都安排妥当了吗？是，大人。辛苦你了，言儿。大人，侄儿还有一事不明。讲。不过是为了杀一个知识郎，您何须看他人脸色？请允我精兵10骑，不出半月，我定能带回知识郎的人头。这件事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大漠之中，诸国林立，形势错综复杂。要是在关外大动干戈，只会引起不必要的纷争。突厥人、吐谷浑人，无数双眼睛可都盯着咱们。言儿还得慢慢的喂。打草惊蛇，只会耽误大事。您是说，知识郎只是个饵？
要在这世上生存，蛮力固然有用，还是得靠这里和这里。也该让你学学江山大师了。记住，自己的刀要藏在鞘里，绝不能轻易拔出来。多听，多看，少说话。走吧，客人们该等急了。看好了，黄门侍郎驾到！失礼失礼啊，让各位族长久等了。老朽刚从京城回来，准备匆忙，怠慢之处，请各位海涵。快说要紧事吧，我最近生意忙得很，没空听你说客套话。族长多包涵。算起来，老朽到张掖主事已有7载。如今的张掖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商埠日益兴盛，流亡西域的逃犯也一一伏法。这一切，在座的诸位可是功不可没呀！今日请大家来，就是想代表朝廷表达谢意。小小薄礼，不成敬意，请诸位笑纳。这是中原宫廷御用的金丝绸缎吗？这确实是货真价实的上品。不错不错。裴大人的话我听不太明白。通商往来也好，抓捕逃犯也罢，不过是各取所需的生意。朝廷这些金丝绸缎，我们可受之不起。好，那老朽就说明白点儿，请诸位归顺朝廷吧。金丝绸缎每家500匹，这只是开始。只要各位效忠朝廷，往后在张掖的所有交易一律免除税赋，而且皇上将赋予各位朝贡的资格，到时你们便是5大藩国。族长，作为5家之首，请您先用茶。这茶确实是好茶，只是这茶的代价我们恐怕付不起吧。80年前，我们的祖先从柔然出逃，他们跋涉千里，在大漠建立了5个小集市。突厥人带兵来的时候，我们的祖先没有屈服。吐谷浑人把集市围了7天7夜，我们的祖先也没有屈服。无论何时，他们心中都坚守着一个信念。最终，他们赢得了诸国的尊重，也获得了在大漠立足的信用。有些事远比利益重要。请各位不要忘记我们是谁。莫族长，好茶需要趁热喝，不要放凉了。再好的茶，不合胃口也不能强饮。有机会请到老夫家中做客。一定让裴大人品尝我们西域奶茶的风味。听说了吗？都知道了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想必大家都知道了。最近
我们和其他家族产生了一些分歧。要解决分歧，就得有人付出鲜血和生命。你们之中，有的已经为家族效力多年，有的最近才加入。作为族长，我非常感激你们的忠诚。但是现在，你们都被解雇了。族长，这怎么行？族长，我们跟圣火起过誓，要成为墨家的剑与盾。我们要留下来，决一死战。对，我们的命是属于家族的。是，我们的命属于家族。你们的命的确属于家族，不过，是属于你们自己的家族。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我这辈子见过太多，已经不想再见了。回去吧，拿上你们的酬劳，回到妻儿身边。族长，要不您跟我们一起走吧？我们搬去其他地方。族长，您永远都是族长。老了，走不动了。这片集市就是我的埋骨之地。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服侍，都回家吧。族长，你们几个怎么还不走？我们没有地方可去。我们本就是被抓来当主子玩物的奴隶，要不是族长买下我们早死了。对，是啊，更何况我们的家早没了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家。是的，请让我们服侍您到最后吧，族长，求您了，族长，求您了，族长。大门怎么开着？会有诈！哎，何一选，你要干嘛？这臭小鬼，跟上！保护族长！莫族长，你把知识郎藏哪儿了？大隋的茶好喝吗？哼，固执的老头儿。中立的信用，古老的规矩，那不过是你们老一辈安于现状的借口。你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，把知识郎交出来吧，我不想让我的新娘等太久。阿鱼呀，她永远不可能成为你的新娘。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要撕毁你们的婚约？那时我阿塔病倒，家族势衰，你就看不上我们家了。哼，我倒不怪你，毕竟这是人之常情。可现在我们两家的立场已经颠倒了。裴侍郎单独跟我许诺过，只要拿下知识郎，他们就会给我最大的支持。到那时，我要把其他家族全部吞并。莫族长，你以前是个有智慧的人，为什么就是看不清时事呢？看不清的是你，愚蠢的孩子！你真以为裴氏举会如你们所愿？够了！
我现在的实力可是远远超过你的想象。我可以让你成为大可汗的丈人，或者让你的女儿失去阿塔。就像你一样吗？说吧，你想知道什么？告诉我，我以后会成为了不起的男人吗？我看见了，有朝一日你会戴上耀眼的王冠，而你的新上人会给你的王冠插上5根羽毛。啊，出来了！玄，祭司婆婆对你说了什么？是不是一些神神叨叨的话，完全听不懂在说什么？不，祭司的预言很明确，但我不会告诉你们。说出来就不灵了。阿塔说，预言是仁者见仁，关键还是要看自己未来的选择。很多事是生来就注定的，就像我们早已定好的婚事。到了那一天，我会让你明白，墨家和你都是我的。何一玄，咱们等的人到了。要起风了，今晚就在这儿休息吧。这驿站看起来早就废弃了。阿妮，是。先找地方填好马车。是，小姐。知侍郎不想睡这种破地方，知侍郎要洗澡。让你自个儿去找吧。到时候被罗刹吃掉，被风沙刮走，都不会有人管你。哼，想不到在这儿还能有伴儿，但愿是几个漂亮的姑娘。大马，怎么了？有人吗？喂，我们是路过的商队，想进驿站休息，能不能行个方便？大马，怎么没人回话？退到我身后，小七。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大家都是来为我们祝福的，阿玉呀。因为今天，我将娶你为妻。阿玉呀，我们俩的婚事，你阿塔已经同意了。阿塔，阿塔。我实在做不下去了，咱们换一下吧。那可不行，这一路你不能下马，阿塔不能上马，这是规矩。可现在早就没外人看了，您看，都是自己人。规矩就是规矩，没外人看，你就不守了。可是，您的脚流了好多血，至少把鞋子穿上吧。要是穿了鞋，这婚就悔不成了。只有依着规矩，光脚走回去，
咱们才不会落人口实。又怎么了？大不了我嫁过去算了，从这里走回去还要整整2天，这样下去，阿塔的脚会烂掉的。我的乖女儿啊，你听我说，何一璇他已经变了，大家都以为他是病死的，但是我看到是他亲手掐死了自己的阿塔。为了自己的野心能干出这种事情，你要是嫁过去，不知道那个畜生又会对你做出什么事来。这桩婚事我是死也不会答应的。可是皮肉之苦也好，别人说我们墨家不守信诺也好，阿塔都守得住。如果为了这种所谓的家族颜面，就要用你的一生幸福去换，那这样的家族灭了也罢。阿玉呀，我唯一的女儿啊，你才是我要守护的家呀。好了，别哭了，给阿塔唱一首你最喜欢的《归乡谣》吧。阿塔呀，最喜欢看阿玉呀的笑容了。阿玉呀，也最喜欢阿塔的笑脸。我也懒得管你们之中谁是知识郎了。侍卫长，把阿玉亚带回来，剩下的全部杀光。族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小姐的。说莫族长赎了个奴隶，只要给钱，就是一条什么脏活都干的狗。说的就是你小子吧？没了主子，不过就是条野狗罢了，还敢这么猖狂！我何一家可不能让人看扁了！
我家已经没了，现在还剩4家。听说4大家族围攻时，莫族长没有反抗，大人何必赶尽杀绝？我只是要他们交出知识郎首级，可没要他们灭族。不过，就随他们闹吧。但，这些都在大人的算计之中吧？难不成你对那个外族人动了恻隐之心？你爹把你托付给我，到这边关磨练，是因为他相信你日后必成大才。你可别辜负了我们河东裴氏的期望。莫族长是条好汉，是我见过的最有骨气的人。即便他是卑微的外族人，也理应受到尊重。大人，我替他不平。英雄论的是成败，而不是骨气。要么有骨气的死扑尸荒野，要么没骨气的活。为了成就大业，裴行言，你选哪个？5大家族，过了今晚，我要他们只剩1家。你们俩怎么来了？不是说要交给孩子们解决吗？哼，你呢？这么急着出动所有兵马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。哼，彼此。我说，你们2个没注意到后面何一家的那支部队吗？何一家哪来这么多兵马？哼，那是吐火罗的佣兵。何一玄这家伙这次还真是下血本了。他那点家底，请得起吐火罗的佣兵？哼，这兔崽子，怕不是把所有家头都押上了，不留退路啊！虞姬家族听令，跟随我，全速前往废弃一战！黑乌家族，给我跟上！赖家的勇士们，拿出真本事来，一步都不能落后！沙尘暴即将来临，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沙暴，能不能挺过去，就看各家的本事了。哎，你来当下一个。何一家族的狒狒侍卫长不过是块头大点儿，能赢过他算不得什么本事。不过，玄，这摊烂肉我出1000头羊和你换。这个奴隶，我要了。喂，给我听着！我是虞姬家族的次子，虞姬牛罗。现在我恩准你加入虞姬家族，为我效忠。喂，你听到没有？
我是在给你活命的机会。你的主子已经死了，你所服侍的家族也已灰飞烟灭。你没有必要再为一个外人。不是主子，也不是外人，是咱们。可惜了，是条好狗。别挣扎了，交出知识郎，当我的狗吧。小七，把眼睛闭上。中原人，逃不出我的手掌心！乌鲁鲁，乌鲁鲁，别松手！我生平最痛恨你们这群外来人！算是你爹吗？喂，朋友，这是我的事，用不着你来管。哼，管不管是我的事，我的事也用不着你来管。哼。你就是知识郎。连知识郎是谁都不知道，还敢来抓人？可笑！奉上知识郎的首级，才能得到朝贡的资格。裴世举是这么跟你们说的吧？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中原朝廷讲究面子，你们心里清楚。朝贡一匹好马，下赐的是价值10倍的丝绸。隋廷赚的是面子，藩国赚的是真金白银。西域之路一通，商人就能把更多商品直接卖到中原各地，获得更大的财富和权力。而条件，仅仅是在地盘内杀一个叫知识郎的亡命徒。叮叮叮，叮叮叮，哈哈！
的知侍郎究竟是什么人，你们谁都不知道，也没有去想过为什么。只有莫老明白，知侍郎不过是一个幌子，一个陪侍郎用来打通西域的幌子。我从来也没有真的相信过朝廷，都是相互利用。朝廷把我们当棋子，我们又何尝？何以选，你弑父篡位，就是为了给别人当棋子吗？5大家族齐心协力，才顶得过一个国家。一旦分崩离析，根本连棋子都不如。中立地带不在中立之时，大国的角力就要开始。在你们喝下那杯茶的一瞬间，5大家族就注定要全数灭亡。可惜，你们以为的发达路，恰恰是条不归路。放屁！是落下马摔断了腰，我在床边整整守了3年。莫族长，他是逆天而行，我劝过他没听进去。他们变老了，他们变弱了，所以他们早就已经死了。有朝一日，你会戴上耀眼的王冠，抓知侍郎是一个绝妙的机会。何以族长，你已经准备好了。天下大事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。5大家族分家已有50年，是该变回一家了。此乃天时。中立地带清理门户，不容他人干涉，此乃地利。少壮当家，不会瞻前顾后，有的是干劲，此乃人和。如今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便由在下成就你的东风吧。你们家来一统5大家族，朝廷将全力支持。原来那个老狐狸跟每一家都这么说了。知侍郎，你究竟是何方神圣？知侍郎，我。知侍郎通晓过去，预知未来。是点燃圣火驱赶黑暗的先知，是菩提树下顿悟的佛陀，是以百姓为刍狗的圣人。我是知侍郎，知侍郎却不是我。知侍郎是衣食无忧的豪族，是一无所有的奴婢，是娼妓、夫农、义夫、乞丐。知侍郎谁也不是，或者说，人人都可以是知侍郎。鬼子，统统都是鬼子！该死，该死！少在老子面前装神弄鬼！哎，小白脸儿，这刀借你，用功的照价赔。真相早就被我看穿了，中原人果然全是阴险的鼠辈，也只有某个自作聪明的傻子才会上当。错他娘的春秋大梦！知侍郎这烂摊子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墨家的地盘怎么分，我们回头再谈。大家都有份儿。喂，谁说要放你们回去了？
不能放过。瓦塔常说，五大家族都是同一个血门，我一直拿你们当亲人，所以我从小到大，不管有多生气，也没跟你们闹过，一次都没有。大小为兄弟，佩乌密尔、乌鲁鲁、虞吉牛罗，还有何一玄。我竟然将你们这群畜生当成血祭！跪下来谢罪的话，我让你们死得痛快点。胜者走向光明，败者堕入黑暗。亲爱的阿瑜亚，你也一直是我的血肉和心肝，所以，我才要带领你走向光明。中原人那一套对我没用。因为我是命定的王者，阿育亚，你成为王者的新娘也是命定的。你会为我生下很多很多孩子，他们会跟你我一样强壮漂亮。跟着我，我会给你一世享不完的荣华富贵。你将见证我们的家族超越鼎盛时期的突厥，主宰一切。而背叛者只会有一个下场。密尔，你不会背叛我吧？当然，你知道我对你不变的心意。我亲爱的大可汗，乌鲁鲁也将任你差遣。乌鲁，跪下，阿育亚，来拥抱你的命运，走进光明吧！给我跪下！哼，可汗是你们头顶的天，怎会下跪？该跪下的是你们。就要结束了。突厥换居南，西突厥占北，五大商人居中。今晚过后，会留下一个最听话的商人家族。这块中立之地便属大隋了。可是，大人如何确定，最后留下来的家族会是最听话的？不管谁取胜，经过内斗都元气大伤，伤口越大，胃口才越贪。向我们索求越多，我们越好控制，最终就会像饕餮一样被贪婪吞噬，任由强国摆布。大人，今天有点热，言儿失态了。不是天热，是你的心热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热心肠是成不了将才的。坐不住，便去看看，今夜哪一家称王。看到了，心也就能凉了。记住，要是多管闲事，心凉的可就是你舒服了。儿时教我忠孝仁义，如
如今却教我尔虞我诈。何为对？何为错？何为真？何为假？或许道理都是假的，唯有杀戮才是真的。征伐和掠夺是大漠的规则。公元4世纪初，他们之间不断的征伐，致使丝绸之路被阻绝。同时，漠北崛起了新的霸主柔然，这是史上第一个使用可汗称号的游牧帝国。可汗意味着天，对于掠夺者而言，天意是征伐，是杀戮，是奴役。被奴役的人们备受折磨，心中对柔然的憎恨越积越深。够了，莫！他已经死了。追兵要来了，我们救了人，赶紧走。快快！我们要往哪里走？往西走吧。没有追兵了，我们就在这个地方落脚吧。可是，这个地方除了沙子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本来就一无所有，就让这里成为我们的家吧。天下大乱，流民万千，无数无家可归的人们相继来到这里。我们可以加入你们吗？数十人变成了数百人，数百人变成了数千人。起初，只是为了寻求一个避难的地方。阿泰，这个月已经是第4个商队遇袭了。屡次目睹商队在显露遇袭后，我想建造一个集市，给各方流民们提供容身之所，给来往商队提供安全之道。怀抱这份理想的莫，寻求过吐谷浑王、突厥王以及高昌人的帮助，但吐谷浑王要的是臣服，突厥王要的是杀戮，而高昌人的许诺却是了无音信。最后，他们明白，不会有人来帮忙的，只能靠自己的手和脚，还有信念。就这样，不知过了多少年，集市终于建成了。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而这时候，北魏朝廷就来了消息，他们带来的是20箱珍贵礼品和一个提议。能一手建造出如此美丽的集市，阁下成就非凡。可如今西域大乱，集市唯恐朝不保夕。朝廷愿意派兵保护这里，不知尊意如何呀？族人们送走了马队。中原人嘴上是蜜，袖里是刀，他们说的话绝不能信。紧跟着，突厥人也来了，他们带来的是掠夺和杀意。
家听好了，城门一破，城外那些畜生就要来屠戮我们的父母，凌辱我们的妻子，无疑我们的儿女。不管我们曾经来自哪里，不管我们曾是什么身份，今天我们洒下的鲜血将融在一起，我们高喊的战歌将响彻大漠，我们坚守的信念将永世流传。告诉我，你们愿意随我誓守家园，战至最后一口气吗？誓守家园，战至最后一口气！亚塔布，亚塔布，亚塔布，阿谢姆呼！要守护的不是石头和帐篷，而是一个信念。所有族人都坚信，这个信念将子子孙孙传承下去，因为这是一个家族的信念。为什么我们的儿子都死了，墨家的女儿却还活着？何一玄，是你在背后搞鬼！我要宰了你这小畜生！放箭，把下面的人全部杀光！60年前，这片土地曾经有过短暂的和平，然而掠夺和征伐永远也不会停止。小七，快趴下！哎呀，重死人了！你们的祖先曾为了信念而战，而如今你们为何？走，都去马车。小七，抓紧我！都跟紧，我要开路了！刀马，我好像记起我娘了。丫头，快走！丫头，快跟上！想射得准，哼，你可得算好风向。何一神！哎呀！你在见证一个王者的诞生！瞧啊，我的身后骑士大风！上车，快过来！跟身后！上车，快上车！小王，你先进去。姑娘，你得拉指使郎一把。少废话，自己上。人齐了吗？咱们从左边杀出去。小力哥，怎么回事？虞姬和赖这两个狗东西，居然连我的孩子也不放过！听着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全力保护两位少主，全军出击，踏平他们！来了，玄，瓦塔带兵来了。想走没那么容易，别乱动，婊子！快上车！碧儿，
啊！叫你的人保护这辆马车，快喊！阿塔，救我！米儿！你们赖家从后面追上去了！黑无渣的听着，米儿在那辆马车上，别让余地和赖家的狗杂子靠近，杀死他们！多亏老娘扎了个人质，不然这乱军之中可怎么杀得过来呀？打算怎么感谢我？现在得意还太早了。大沙暴来了。太大了，进闯吧！闯，赌一把。知道了。驾！撤离，撤离，先躲过沙暴。我的米儿，阿雨夏，你会后悔的。跳！咱们一口气冲进去！大家都抓紧，别被吹走了！哼，这种眼神，你想杀了我吗？我从小就厌恶你这一副故作清高的嘴脸，你那假惺惺的坐态，哈哈，是你们墨家的遗传吧？不想死就闭嘴！没有人能活着走出沙暴，所有人都得死。我不怕死，但你阿塔就不是。臭婊子，听不懂人话吗？老娘让你闭嘴！想知道你的阿塔是怎么死的吗？哈哈，闭嘴！你先别乱来。脱身之后，这臭婊子随你怎么处置。现在谁也不能动他。人之将死，丑态毕露。你那违约的阿塔，像狗一样吓得屁滚尿流。少啰嗦！他跪在我们面前求饶，求求你们，在同根同祖的份上，放我一马吧！女侍卫被奸杀的时候，他在哭；我们一人给他一刀时，他也在哭。直到宣砍下他的头颅为止，他还在哭喊求饶。闭嘴！是一个哭哭啼啼的懦夫，这就是你阿塔的最后，这就是你对阿家的最后。大可。不，阿塔绝不会向敌人下跪。墨家也还没走到最后，就算今晚墨家会灭亡，那也得是在杀光你们之后。小姐，真讨厌了你！离开后找个好地方安葬阿塔，这是墨家对你的最后指令。往后，你便是自由身。丫头，回了头就无路可走了，你别。别了，当然。
都是混账！丫头的，走啊！小心，快躲好！不许再把头伸出来！全的欲火，这是光明之主的惩罚。这是天谴，不让八路了，我们完了！少给我说傻话！真正的勇者不畏天地，也不惧死亡。只要心中虔诚，上天就会庇佑我们。既然跑不过风沙，那就迎风而立。玉体家族的勇士们，全部掉头！全部掉头！这是一场信仰的试炼，只有信仰最坚定的人，才有资格活下去。阿呼啊，请降临到我们身边，让我与所有礼赞您的人顺利通过这场大沙暴。阿呼啊，请聆听我们的赞美，请回应我们最虔诚的祈祷。族长，谁在放箭？从哪个方向过来的？族长，怎么办？快副族长起来！阿库拉，我要问你，那些背叛誓言、将善良的人们赶尽杀绝者，将遭到什么报应？谁？到底是谁？他们会在无尽的恐惧中生活，还是会让另一个世界接受惩罚？阿库拉，请赐予我最强大的力量。我将送他们去接受您的审判。肆意屠杀的恶贼，嗜血成性的伪信徒们，我向你们保证，等待你们的只有无尽的地狱。我是墨家的阿绿亚，我即是大沙暴。妖女，她一定是妖女！妖女杀了族长，还有无数招来了大沙暴！快跑！
阿妮，今后就由你来照顾阿玉雅了。阿妮，快点啊！哒哒。漂亮，小姐的剑术越来越厉害了。小姐，阿妮会，我会一直守护在小姐身边。我要亲手割下你的头颅！阿玉呀，为什么不懂得爱惜自己？你的一切可都是属于我的！阿贝德河，动手点燃圣火，让黑暗的帷幕在烈火中分灼。古老的宗教之间是你又在哪儿？他现在安全吗？不可让他解脱。阿香，阿玉呀，够了！亚塔拉，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。别念了，醒醒吧，阿玉呀！你真以为念着经文就能得到阿呼拉的庇佑吗？看看你现在的模样吧！上，给我抓住这个妖女！想到如今，臣妾马上一入险境，我已经没办法再。小姐，把这个妖女给我杀下来！小姐，终于追上你了！继续杀，就算是尸体也要拿来交换命儿！小姐，穿错了！我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！你们都去，给我拖回来！谁叫你们对阿玉雅下手的？那可是我的女人。何以璇，你这生死不明，你却一心惦记着那个妖女，你是想造反吗？如今五大家族只剩你我，你要乖乖听话，我便把蜜儿许配给你。将来你继承我的霸业。继承你，有那个必要吗？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醒醒！小姐，糟了，这边也是对一下的用兵。小姐，小姐，族长说让我跟随小姐去长安。啊，他真是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啊，也好，也带你去见见世面。阿念，你觉得这耳环怎么样？哦，小姐戴什么都好看。我就不该问了。啊，这么多首饰，总不能全部都带走吧？长安的女子会不会觉得这个世上太土气了？到时候可别让人瞧不起啊！
界上最繁华的地方，有最美的姑娘，最好的酒，还有刀马。小姐，你笑起来真好看。小姐，阿妮不知道长安是什么样的地方，但阿妮知道，那里有一个新的人生在等着你。最繁华的街，最好的酒，还有你的心上人，都在等着你。而大漠的一切恩怨，你要全部忘掉！往东跑吧，小姐，不要再回头了，也别担心长安的女子会不会笑话你，因为你比这世上任何的女子都要美。放心吧，小姐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在小姐身边。还是让他跑了。对，无论如何都要把他找到。今夜是我的加冕仪式，也将是我的新婚之夜。刀马，今天的事，我帮你。把孩子交给我吧，回去复命。就说中了埋伏，顶多落下个办事不力的罪。发配边疆跑口差，我们还是有机会回骁骑卫。别逼我动手，刀马！族长，这人已经没命了，拿去喂狗吗？等等，还有一个男婴。哈哈，你醒了。你和这孩子都很幸运，能在这片大漠中活下来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就在这里住下吧。别了，刀马。小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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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？小七，小七，刀马，我在这儿。身上痛不痛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哎，怎么了？刀马，丫头和阿妮，他们什么时候回来？等一下，秦香，快回答我！我们要去把他们带回来，对不对？我们说好了的，要一起去长安，对不对？小七。丫头已经没了，就像老莫一样，就像我们以前遇到的那些人一样。你别过来！哎，你干嘛呀？男女授受不亲呢！你别想占我便宜！老娘只是去附近方便一下，这鸟不生蛋的地方，难道我还能逃不成？就此分道扬镳吧，我们也算扯平了。哎呦！大哥，这小子拐卖良家妇女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这小娃子也是我从车里捞出来的，咱不是忘恩负义的人吧？知识郎，喂。
别抓头发！我醒了，我醒了。如今这一切，你也早就知道了。你跟老莫究竟是什么关系？知世郎认识老莫很久了，认识刀马也很久了。我7年前，西周民乱。当时3郡4县的民众在同一时刻袭击武库，他们打死当地官僚豪族，开仓放粮，赈济百姓。此事惊动了朝廷，朝廷派5万精锐步骑围剿，带头的是杨素率领的骁骑卫。大隋禁军12位，骁骑卫是其中最特别的一支部队。他们个个身手不凡，专门负责执行朝廷密差，掩盖那些不该存在的事，抹杀那些不该存在的人，就会慢慢被世人遗忘。被遗忘，就等于不曾存在。包括西周15万男女老少，也包括花颜团。花颜团？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；人之道，损不足以奉有余。大兴公统一中原，开创了盛世，然而这盛世只属于权贵，平民们被剥削压榨，他们付出一切，最终一无所有。乱世之中百姓苦，盛世之中百姓依然苦，必须有人站出来改变这一切。花颜团，他们带领西周民众，要向天下传达一个口信：替天行道，花满天下。那是花颜团的名字第一次被世人知晓。可朝中权贵没有兴趣倾听百姓的呐喊。他们说，花颜团是妖言惑众、扰乱民心的暴徒。这群暴徒是盛世的敌人，对于敌人就要斩草除根。于是，骁骑卫决定屠城。知世郎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一晚，西周城里忽然升起了大火，每个人都在惊叫逃跑，男人和女人，老妪和幼童，贩夫和走卒，没人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来。一夜之间，西周境内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，整整15万人惨遭屠戮。那一天，也是知世郎第一次见到刀马。当时，你正跟骁骑卫的同袍们一同搜寻主谋的尸体，脸上充满了疲惫和疑惑。知世郎把一切都看在眼里，却一动也不能动。可惜最终，你们还是没能找到主谋。不对吧？我怎么听说那是一场匪患？主谋叫李英林，一个滥杀无辜的大魔头。他率领贼寇屠杀西周百姓，被军官剿灭。事后，他的尸体被挂在大兴城门头，受外人唾弃。那天是我第一次进长安，所以记得清清楚楚。你看到的，不代表是真的。你没看到的，也不代表从没发生过。朝廷自知事情闹得太大，无法彻底掩盖真相，于是就动了偷梁换柱的心思，抹去所有关于花颜团的记录，编造贼寇结成、官兵讨伐的故事。
他们找的替死鬼就是李英林，而真正的花岩团魁首，他并没有死，他从炼狱里爬了出来。他在一棵树下坐了7天7夜，直到白罗山变成了红罗山。当他起身擦拭脸颊，却发现脸上的血污早已凝干。就在那一刹那，他成了知识郎。于是他决定到一个地方验证自己的想法。天柱。狗屁不通！口口声声说是给老百姓讨公道，可到头来被你煽动造反的百姓们全死光了。你倒是活了下来，苟且偷生至今，算什么公道？嘴上是天下苍生，心里装着龙椅皇位，这种人我见多了。不过这些我都不在乎，我在乎的是，老莫居然为保你这种货色丢了性命，我替他不值。若杀了知识郎能让你解恨，那就动手吧。小七，闭上眼。把刀放下，我想听他讲完。知识郎要颠覆朝廷，并非是一己私欲。莫族长明白这一点，因为知识郎已经活不久了。这是疯病。小七，离他远点。放心，这病不会传染。知识郎的皮囊和五脏六腑一直在慢慢腐烂，这世上也没有能根治的方法。但有一种办法能抑制发病，放缓腐烂速度，那就是莫族长的药方。你可以把知识郎交给朝廷，这样莫家就能得到朝廷支持，一举统合五家，享尽荣华富贵。7年前，你助知识郎去天竺，也多亏了你的药方，知识郎才能活着回来。是时候回报你了。我要是不交人呢？莫家必亡。五大家族原本只是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民，我们活在诸国争斗的夹缝里，注定了生死不在自己手中。既然他们有意毁灭这里，我便是交出知识郎，他们也能找到别的借口。到头来，我交不交人又有什么区别呢？知识郎到了长安就能改变一切，可惜，不是在你这一代。你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只怕你活不到长安。就算肉身死了，知识郎还是可以到长安。知识郎不在乎能不能亲眼看到结果，知识郎只看重一件事：当下种的因。你一个人到不了长安，我会为你安排最好的守护者。我的女儿阿玉亚也会随你而去。或许有一天，当你点燃了世间的圣火，他会回到这里，让我们的家族再次延续下去。这也是我种下的因。算
小七，咱们得回个头了。不管丫头是生是死，我都得把她带回来。伤得真惨！走，把人抢回来！你们何故欺负一个女子？阿玉呀，阿玉呀！今天是你的成人礼，我将告知你往后的命运，千万不可以对别人说。等一下，阿塔，我错了，我不是长安了，我要留在你身边。阿塔，你看看我呀，我在这里呀，是我呀。伤得真惨！尹飞啊，早管闲事，把女人交出来！交出来！胡言乱语，不知所云，讲官话！哎，你说的啥意思？不知道，看着像谁人？喂，你不是恢复公园化吗？切！哎，管出那么多，说错再说。胡闹！吾乃大隋帝国阴阳副郎将，河东裴行演示也。你们效命于哪一家？报上名来。何一家族。这片大漠的每一粒沙子，现在都属于我何一家。不知裴公子忽然到此，有何贵干？吹风，最后的赢家是何一玄吗？吹风，真巧啊！你现在怀里的是墨家的女儿，我的战利品。她就是墨家的女儿。把她交给我吧。我拒绝。碰上了昏迷不醒的女子，便要帮她疗伤，等她苏醒，才算尽了道义。
子，先前你误杀我族兵，我大人有大量，不跟你计较。但是抢我的东西，就是另外一码事了。记住，要是多管闲事，心凉的可就是你叔父了。放肆！我奉裴侍郎之命，前来监察战况。我且问你，朝廷要的知侍郎，抓到了吗？上尉，他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，知侍郎逃不掉的。那就等你抓到知侍郎，再来同我交谈。他们要带丫头走了，咱们快去救她吧。还不是时候。丫头现在受了伤，经不起折腾。那个突然冒出来的将军，有点本事。总之，丫头还活着，真是太好了。不过，你们不是要去长安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滚开了！哼，走到一半又折回来，累死老娘了。我到长安来，是为了刺杀一个位高权重的人。想在大兴城行刺？按照羽林的戒备，像你这种长相可疑的刀手，怕是连城门都进不去。所以我需要一个身份。长安城最大的私盐贩子答应给我一个，条件就是他。喂，我跟你讲，那个死老头说话不……但我现在不需要了，肉票子买卖做不惯，我决定赌你这位朋友。啊！别赌得太早了，要是出了差错，我得拿这小子去跟他们换丫头。好运，知侍郎恐高啊！休想让于局长向你低头！那小子彻底疯了。这才刚开始呢。什么时候动手？他们每天会在午夜时祷告最后一次，那时戒备最为松懈。一旦火把点起，立刻动手，速战速决。救到人之后，马上就走。哎，你们在路口等我们，会合后咱们立刻赶往长安。大哥，你对你的女人可真是重情重义呢。那丫头可不是我的女人，她是我还不清的人情。裴公子，那是沛乌家的低能儿，你有印象吗？别让他挣脱！沛乌老头以为娶了自己的姐妹就可以保持血统的纯洁，但事实证明，低劣的血统只会让下一代变得更加低劣。所以，
我要净化家族的血统。5大家族必须由最优秀的血脉来繁衍子孙。今晚我和墨家女儿将在这里举办婚礼。若裴公子作为朝廷的使者能为我们祝福，在下不胜欢迎。所有俘虏已按要求聚齐，只等施主下令处置。很久以前我就不再祈祷了。不过今天是我的大好日子，就照规矩来吧。点燃圣火，午夜祷告。吐火罗人信佛，我们信火，不知你们又信什么？大隋何止一种信仰，儒释道法，海纳百川。哦，可裴侍郎跟我说，大漠也好，大隋也罢，开拓江山靠的是杀戮和吞噬，而非包容。裴公子，你们隋人真爱说一套做一套。嘴上说着仁义道德，怀里却抱着别人的新娘，该把我的女人还给我了吧？何一玄，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。只侍郎还未抓到，你却忙着称王娶亲，满足私欲。朝廷看不到你的半点诚意。记住，进这个帐篷的时候要带上知侍郎的首级。还有，喂好我的马。吐火罗人，去跟你们领头的人说，仪式现在就要开始。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这是谁在做主。姑娘，我不会害你。有点疼，你忍一忍。滚出去！休想再用你的脏手碰我！放手！姑娘，你不要乱动，小心伤口裂开。你要相信我。杀我阿塔，毁我家园，不都是你们背后指使的吗？现在还要羞辱我的身子吗？抱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不及时取出你身上的剑，可能会危及性命。我十分敬重莫族长，我也很惋惜他的死。住口！你的脏嘴不配提我阿塔！刀子给我！姑娘，你何必自寻短见？笑话！该死的人还没有死绝，我怎么可能自杀？
我都不会放过。族长有令，仪式提前，你们几个留下，其他人全跟我走。是。看来这小子等不及了。好，牙帐周边空了，里面只有那个朝廷的小子，杀了他，把丫头救回来。你们的主子都已经死了，按照规矩，你们本该陪葬。不过，我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，我赐给你们一个机会，跪下。哼，要杀要剐随便，我是不会。跪下！跪下！阿塔，我终于办到了，今后不再忍让，不再妥协，我不再需要随人了。想埋尸他乡的话，就赶紧交出我的新娘。姑娘，我是朝廷的人，照理说不能插手京野之事，但我敬重莫族长，我绝不会坐视你被仇人欺凌。京野，只要裴行宴还有一口气在，绝不会让墨家最后的血脉再次断绝。谁在那里？过去看看。是什么人？来！杀进去。裴行野，你果真是要与我为敌了？哼，你不也早已选择与朝廷为敌了？你的马真是一匹好马，是我们大漠的种。可惜，它跟错了主人。你回不去了。正合我意。
君以民为本，是为人，而如今民怨四起，君主却只关心征伐和功名，罔顾民生。知君不仁，臣不敢言，亦不敢为。人不过虚言。行侠仗义之人惨死，利欲熏心之辈得势，更是虚言。在利欲面前，人亦皆为虚妄。叔父大人，你想让我看清的现实，我已经看到了。不要怕，一起上！但是，我绝不认可。都给我上！怕什么？上啊！他只有一个人。全都一起上吧！上得我一个个杀！你有蛮力的匹夫，我看你能挺到几时？放箭！继续射，射死他！干什么？帮手。帮什么？城内人还有战力，加上我们俩能对付不了这群人。对付个屁！看清楚了，就算能在剑阵中活命，后面还有佛国的骑兵，那是大漠首屈一指的佣兵团。别看他们只有100骑左右，但战力绝不输一支训练有素的大军。若是我们现在暴露行踪，也会变得和他一样。须知猛虎再凶，也不敌群狼。怎么可能？这家伙是金刚罗汉转世吗？住口！一个没用的废物！吐火龙人，你阿娜的到底在磨蹭什么？还不给我上！给我上啊！杀了他！列阵，围住他！要么有骨气的默默死去，要么没骨气的活下来成就大业。但是叔父大人，一眼儿看来，没骨气的活着，不能算是真正的活着。来吧！
么意思？收了钱却不做事，就是这样忠于雇主的吗？何一组长，你好像搞错了。你给的价钱远不足以让我们大开杀戒。中原朝廷的裴世举，他才是我们真正的雇主。你说什么？从一开始就是朝廷出了大价钱要我们帮你。啊！现在，我们接到了雇主的最后一个指令，保护这位中原客人撤离此地。叔父大人，国臣算无一策。不过，怎么说你也是我们名义上的雇主，我们不能对你动手。不过，要是施主先攻击我们，也别怪我们不慈悲。开什么玩笑！我可是这大漠的可汗，胆敢愚弄我！请你让道吧，何一组长。给我杀！杀光这群无耻之徒！让他们一个个死无全尸！上啊！你们干什么？可汗的命令也不听了吗？我说什么？给我杀！可是，可汗那是吐火楼的佣兵啊！他们是大漠最顶尖的强者。他们狗屁的强者！在大漠里，我才是唯一的强者。看清楚，他们加起来不过100骑，相较下10倍有余。大家一起上！菜叶把他们踩烂了！上！这是可汗的命令！拿起你们的武器，后退着死！都给我上！冲锋陷阵者，重重有赏！我不想死！我不想死！懦夫，没资格活命！听好了，为可汗而战者，都将重重有赏。一个手击100金币，杀得越多，拿得越多。谁拿下头目和中原人，我把沛吴家和赖家的生意全给他。想出人头地，给我杀！何一组长决意如此，莫怪我们不慈悲了。列阵！还不上吗？还有什么好犹豫的？阿罗汉，有2个来路不明的中原人闯进来了，要处理吗？他们并非我们的敌人，避让马群，保持阵型，保护好客人。那是墨家的奴隶，他们居然从大风暴里活下来了！怎么可能？怎么会？是哪里出了错？明明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我明明已经是这大漠的可汗，怎么会比
这样。终有一天，你会赶上耀眼的王冠，你的心上人会给你的王冠插上5根羽毛。哎呀！可汗，我们要输了，怎么办？滚开！阿姨呀！救命！阿姨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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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带你离开这里！黑玄，我说过，我一定会杀了你，一定会！阿姨呀，为什么这样对我？难道你不明白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吗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要告诉我，为什么？唉，自从族长的身体越来越差，生意也越来越难做了。何止啊！其他家族的人都看不起我们，虞姬家还抢走了最近所有来我们这儿留宿的商队。哼，再这么下去，我们也只能出去打劫了。到虞姬家传个口信吧，他们这么做坏了规矩，我要跟他们的族长谈判。邵主任，您想的太简单了。虞姬族长那只老狐狸才不会搭理我们，毕竟只有族长才有资格跟族长谈判。那就开打。打仗可不是儿戏，也得由族长点头。小少主啊，想对我们发号施令，等你成为族长再说吧。虞姬家最近的所作所为确实违反了规矩，我已经找他们族长谈妥了，他们会给何一家支付相应的赔偿。穆族长，欢迎大驾光临。轩儿，你阿他身体还好吗？轩儿，你阿他怎么样了？他在1个月前就神志不清了，整天风言风语，就连我也不认他。我们这次上门拜访，本是为了商量你和阿依亚的婚事，但看你阿他现在的情况，并不适合谈这些。什么？好好照顾你阿他吧，我们一会儿就走。等一下，跟我谈吧，我迟早都会继承族长之位，就让我来做主吧。轩儿，凡事都有个先后，比起你的婚事，照顾你阿他才是当务之急呀。阿他，我该怎么办？家族被人骑在头上，生意还要靠别的家族帮忙。还有阿依亚跟我的婚事，继续拖下去，我们何一家就要完蛋了。阿他，我该怎么办？别的。
求你醒过来给我指路吧，哪怕只有一句话。阿塔，你醒了？刚才是在叫我吗？宰了你，宰了你，宰了。你也觉得很痛苦，对吧？放心吧，阿塔，我不会再让你受罪了。我会继承您的位子，我会迎娶阿伊亚同和五大家族，我会让我们的家族永远繁荣昌盛。你是我的，谁也不能把你抢走，因为这是宿命。黑神！黑玄，看着我，看清楚是谁在审判你的罪孽！黑玄！我是懂的。审判他的不能是别人。丫头，审判他的必须是墨家的人。必须是我。必须由我来亲手了结他。动手吧。终有一天，你会戴上耀眼。
把还给你的王冠扎上5根羽毛。轩死得太早了，野心家对上了热心肠呀，罢了。诸位，是时候出关了。阴阳府接旨，开门，起！刀藏在鞘里，不可轻易拔出。一旦出鞘，就要直指咽喉。此番进军，乃是大隋重新大同西域的第一步。黑马在此，众各位将士，唯朕死疑。挑拨5大家族自相残杀，兵不血刃，坐收渔利。裴老弟这手段倒是高明，不过垂涎这片无主之地的，恐怕不止我们。贸然行无名之事，届时被西突厥和吐谷浑借题发挥，两面夹击，怕是会让陛下龙颜不悦。裴老弟，这责任你担得起吗？宇文大将军，请放心，此次出关，2大汗国绝不敢轻举妄动。因为我军并非师出无名，贺一玄若是还活着，那我们派兵扶持藩国，自然师出有名。可现在5大家最后的命脉也已经断绝，只为了保护你的好侄儿，还能有什么名分？不，我手里还藏着一颗棋子。我们的可汗死了，5大家族都完了。不，血脉还没有断绝。你们看，我们还有阿玉亚小姐。对，贺一玄不是我们的可汗，阿玉亚小姐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。她为我们除掉了假可汗，警醒我们回归正道。她是英勇的少女。看呐，我爷爷在为阿玉亚燃烧，他就是光明。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阿
阿玉亚小姐，这些是何一家族的残党余孽。我们已经砍掉了他们的双臂，挖掉了他们的眼睛，我们被奸人迷惑，错怪了您，我们对不起您，我们对不起墨家，我们任凭您惩治，请您成为我们的首领，请您带领我们重建集市吧。之前是瓦塔，后来是何一玄，现在又变成了我。是，滚！都给我滚！阿玉亚小姐，我们不太明白您的意思。住口！你们这些趋炎附势的豺狼鼠辈，只懂得攀附强者，谋取私利，害我大家族灭亡的罪魁祸首，不是何一玄，不是四大家族。也不是朝廷，而是你们每一个人。你们不配拥有家园。我永远都不想再看到你们这些无耻的嘴脸。士兵为啥都开始站起来收拾马匹了？他们要去哪里？吐玉魂突厥，或者是到废弃的驿站等待商队的雇佣吧。没了领头人，族兵之中也没人可以服众，他们自然也没有理由再留在这里了。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刀马，瓦尔塔，你葬到哪儿了？往东12里地有个沙坡，不过我埋的浅，也没工夫给他立碑。走吧，咱们一起重新把他安葬好。入土为安是你们的习俗，埋的浅倒是更好。野狼会刨出它，老鹰会啄食它，它的身子会化作一粒粒沙子，散落在大漠的每一个角落。瓦尔塔不需要墓碑，我没有必要跟他告别，因为他已经变成了这片大漠。刀马，我不去长安了，我不会再离开瓦尔塔。丫头，你留下来只有死路一条。老莫把你托付给我，我就有责任照顾你。跟我走吧。瓦尔塔已经死了，你的责任也解除了，往后的路我自己来选，是生是死，我自己决定。这位中原人说的没错，留下来的话生死难料。隋军即将到来，杀戮和掠夺又要开始了。这片大漠即将沦为无尽战乱的修罗地狱。一个人凭借自身的力量和意志可以对抗数十人、上百人，但再强的人都无力对抗时势的洪流。除非你来造一个时势。不如加入我们佣兵团吧。听说吐火罗是大漠最强的佣兵，没想到也会做朝廷的狗腿子。这只是一门生意，我们并不效忠于任何一方，我们只忠于契约。呸！为了忠于契约，就可以善恶不分吗？普天之下众生皆苦，何为善？何为恶？70年前，我们帮助你们的祖先击退突厥和吐谷浑，那也是生意。所有的生意都是基于我们的信仰。征伐与杀戮是大漠的因果轮回。每当杀劫到来时，我们便会出面将杀戮减少到最小。
杀戮即是地狱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我们是守望大漠均衡的边境者，我们是破除杀业的法者罗。我们不讲人情，也不讲血脉，我们只要强者。现在，我们选中了你，你愿意加入我们，改变大漠的轮回吗？我想要改变，我要变强，然后改变这片大漠的轮回。随军就到了，上马吧，我们该返回吐火罗了。刀马，替我向小七告别吧。相逢和离别，都是你的缘分，别人谁也替不了。道别的话，还得由你自己来说。哦，丫头是不是在望着我们？丫头，你没事吧？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快上路吧！小心点，别掉下去。就这样吧，不辞而别也挺好。当马，你们也快上路吧，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。终有一日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出发！战！丫头，我已经不再是丫头。你说的对，这世上的事是会变的。老马，丫头她为什么不跟我们走了？因为他有更要紧的事要办，不能离家太远。太远了，就不好回来了。那我们以后还会回来吗？你想回来吗？我想。再回来，这儿也不是我们熟悉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咱们对于这片大漠而言，只是过客。拿去穿上，此人身上扒下来，总比光脚好。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吧。哟，终于肯放我走了。不过这茫茫天地，我还能去哪儿啊？就跟你们走呗。你这女人干嘛突然跳上来？知识郎差点就摔下去了。少啰嗦，我这样的美人帮你赶马，算便宜你了。都准备好了吗？该动身了，路还长着呢。去！当马大哥，我们接着要去哪儿啊？进玉门关，到敦煌。将军，裴副将受了重伤，昏迷不醒，没有性命之忧。让您受委屈了，尊敬的可汗。
裴世举拜启陛下。五大家族因内乱元气大伤，大隋受藩国新首领的邀请，出兵维护其安定。除此之外，还会无偿扩建集市，修筑驿站直通张掖，让贸易更加通畅。西部诸国见到大隋的威德和将士的骁勇，必将心生敬畏和向往。若盛情款待，啖之以利，劝令入朝，如此一来，则魂绝可灭。再者，西域一通，捉到知侍郎便只是时间问题。以上便是黄门侍郎裴世举的密函。裴侍郎此番可谓是功绩彪炳，但臣却有一事不明。说下去。那裴世举仅靠一杯茶，便将五大家族玩弄于股掌之中。如此老谋深算之人，为何却让知侍郎从他眼皮子底下跑了？裴世举原不过是个管理张掖贸易的小角色，为了抓捕知侍郎，才有幸被提为黄门侍郎。如今他以借抓知侍郎之名，全权掌管了西域事务。只要这知侍郎没抓到，他还会要更多。河东裴氏不可信的。那朕该信谁？一心服侍皇家的只有咱宇文家，一直在你身边为你挡案件的也只有我宇文化及。阿嬷，如此要事绝不能交给外人去办。知侍郎是朝廷机密，见不得光，如此那便不是江山事，而是江湖事。